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看了迪丽热巴的古装剧《路透》，我才知道什么叫仙姿玉貌、飘逸出尘。古装待播大剧中，最让人期待的是哪一部？相信在大家的心目中，排名前3的必然有肖战的《藏海传》、杨紫的《国色芳华》，以及迪丽热巴的《木须词霸》。3位当红顶流的人气本就是一大优势，能为作品带来更高的热度。但关键是这3部作品的故事以及人物设定都看点满满，其中《藏海传》走的是权谋路线，《国色芳华》主打大女主搞事业，而《木须词》则是热门的仙侠题材。无论哪一部拿出来都是年度剧王级的作品，确实找不到不追的理由。不过这其中最晚与大家见面的很有可能是《木须词》，因为目前这部剧刚刚官宣开机，而《藏海传》《国色芳华》已经杀青了。但好饭不怕晚，《木须词》确实是一部值得大家等待的作品，尤其是在看了迪丽热巴的《路透》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追剧了。幽冥之主 vs 少年将军，人鬼之恋够新鲜。仙侠剧作为一大热门题材，新作数量十分可观，可惜大部分作品都是讲三生三世的虐恋，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仙侠剧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新瓶子装老酒，倒在嘴里都是一个味。但这部《木须词》的故事设定明显跳出了常规模式，故事讲述的是天赋卓然的鬼王贺思慕，迪丽热巴饰演。在修墓觅食时意外遇见了小将军段须，陈飞宇饰演。在这位小将军的身上竟然有贺思慕故人留下的物件，而在接触的过程中，贺思慕也发现他并非真正的段须。于是对彼此都不够了解，但又要解开内心疑惑的两人，你来我往，互相试探。贺思慕终于了解了段须黑暗的过往以及心中的志向，而段须也发现了贺思慕的坚守和孤独。但即便两人对彼此心生情愫，也有一大不可逾越的难关。虽然初识段须时他还是少年将军，但也不过是寿命只有100年的凡人。然而贺思慕却是活了400岁，仍旧是少女的恶鬼。这样的感情注定是短暂的，没有任何的结果。两人最终的情感走向将会成为最大的悬念。尽管没有了三生三世的复杂纠葛，但木须词将幽冥之王与少年将军结合到一起，用人鬼之恋营造悬疑感的确很新鲜。原作白日提灯的口碑评价颇高，因此木须词算得上是有好剧本打底。而导演秦真则是曾经执导过爆款大剧《长相思》，此类题材是他的拿手项，而其执导的作品常常因为大胆的构图和浓重的色彩而拥有不一样的质感。虽然目前还未看到成片，但通过木须词的妆造也能感受到这部剧与其他古装仙侠剧的区别。编剧则是曾经操刀过《老九门》《杀海暗黑者》等作品的汤启岑，这些有口皆碑的代表作证明了他的实力。白衣造型为热巴证明，拔高期待值。不过木须词由于关注度颇高，还未开播，就因为官宣开机后引发了不少话题讨论。但令人意外的是，首版妆造公布后收获的都是观众的质疑。迪丽热巴和陈飞宇首次合体的造型都是一身暗黑色系的古装，从服饰到发饰没有丝毫的亮点，这就使得两人看起来都颇有反派的即视感。不可否认，把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单拎出来看，颜值都很能打，古装扮相也不会拉低他们的美貌，但一身乌漆麻黑的装扮实在是不够抢眼。迪丽热巴的这套造型看似重工，实则各种配饰透着塑料的廉价感，两个裸露在外面的胳膊也降低了整套造型的气场。如果不是靠迪丽热巴的脸撑住，
可想而知这套造型会有多么灾难。陈飞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终于有一套古装剧是为其量身打造了，但穿出来的效果却像是文弱书生披着铠甲上战场，一看就像是要打败仗的样子。将两位演员放到一起也没什么 CP 感，迪丽热巴的烈焰红唇造型和烟熏妆太过显老，而陈飞宇则是稚嫩又僵硬，后妈继子的观感很重。这也使得迪丽热巴受到了不少争议，她的粉丝纷纷希望工作室能够正视粉丝的诉求，协调修改妆容，尽可能地发挥出迪丽热巴的颜值优势。不过，最新路透中的迪丽热巴把一身黑衣换成了一身白衣，立马大变样。即便高糊的画面难以看清迪丽热巴的脸部状态，但身姿曼妙，头上的步摇显得十分灵动，飘逸的服饰又增加了整套造型的仙气感。看到这样的迪丽热巴，我才知道什么叫仙姿玉貌，飘逸出尘。由于迪丽热巴的身材本来就很出众，因此穿上这种累赘的古装也掩盖不了她的好身材。纤细的腰肢盈盈一握，身材比例是完美的3-7分，想必无数人做梦都想拥有这样的身材吧。再加上私下里迪丽热巴上过不少形体课，路透中的她身姿挺拔，看起来格外有气场，可见正式开拍之前没少下功夫。虽然迪丽热巴饰演的这一角色是鬼王设定，但这样的造型说是仙女也不为过。原本迪丽热巴全黑造型还被剧中的女配角张丽碾压了，毕竟一身红衣看起来比一身黑衣更抢眼。但仅用高糊路透，迪丽热巴就让自己扬眉吐气了一把。如果按照这样的妆造水平，那么观众们又有福利了。由于近几年一直在寻求转型，以至于迪丽热巴主演的待播剧并不多。除了这部《木须辞》之外，还有一部《萧启清壤》。两部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萧启清壤》中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女杀手，干净利落的动作戏也曾让观众倍感惊艳。如今还没等到《萧启清壤》开播，这部《木须辞》就已经进入拍摄阶段。一直没有新剧播出的迪丽热巴，很快就要找回自己的主场了。而这部《木须辞》又是她最擅长的古装剧，这一回才是真正没对手了。你觉得这部《木须辞》会爆吗？